都是奴婢的疏忽，害得王爷受罪。不必自责，人嘛，难免百密一疏。太史局太史丞萧怀景参见韦贤妃。早就听说太史局有位才俊，在内业局协助办案，但我现在想见的不是你。韦贤妃去看过信王了吗？那贱奴在哪？行刺王爷之人已经关押。只是关押，他敢刺杀皇嗣，你应当场处死。那越级该如何处置，自有律法定夺。不过眼下最要紧的，是要韦贤妃拿个主意，此事是不是当真要查？他刺伤皇子，岂能放了他？自然不能放过。行刺之事好查，我定会给韦贤妃和信王一个交代。但现下我有另一笔账要算，还请韦贤妃也能给我一个交代。韦贤妃认得这个吗？县主想说什么，直说便是。看来是认出来了。这不过是节蜡烛，韦贤妃怎么一眼就认出这是你承恩宫中的蜡烛呢？应该是靠着蜡烛里这些粉末吧。这些都是催情的药物。那晚我和太史丞就是被他所害。这件事，韦贤妃要如何交代？承恩宫是我的地方不假，但我尚未搬入，这宫中的蜡烛嘛，恐怕与我难有干系。如果韦贤妃做事再谨慎些，我就真的毫无办法了。可惜你太不小心了，这些粉末掺进蜡液之时，混进了别的东西。你越说，我越听不懂了。韦贤妃太过心急，这药粉了、蜡液了，自然与你扯不上关系了。但你贵为贤妃，对于重塑蜡烛这种粗活，恐怕不太熟练。蜡烛脱模之时还没有完全凝固，这个上面是会留下指纹的。指纹是独一无二的，印在蜡烛上的指纹，和你直接在上面刻名字没有区别。那日房中一共有2枚香烛，内业局已经将上面全部的指纹都踏下来了。想要查，并不难。太史丞最善这个，很快的。我既答应过你，任你调查，便也没有反悔的道理。这种粗活，韦贤妃自然不会亲自动手，想必会找一个信得过的身边人代劳。我信得过的贴身宫人，便是外边的4位，县主大可以去查。40枚指纹嘛，太史丞不是什么难事吧？我只需要查一个人的指纹就可以，那个人可以随意出入宫中，且不被人怀疑，还能被你信任，为你办事。我的确是答应过县主，若要查玉清宫和承恩宫，我定会配合，知无不言。县主觉得静和有嫌疑，我自然不会阻拦。静和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玉清宫的女人是有担当的，不要让我失望。这些蜡烛是奴婢准备的，请县主降罪。你本想为信王遮掩丑事，却画蛇添足，坐实了此事。不仅如此，你还促成了本县主一桩姻缘，我为何要降罪？我还没好好谢谢你。是，我担心。
心信王与王才女幽会的事情被县主发现，但是我太笨了，害了信王。不，是你爱慕信王，护住心切。如果没有你，王才女和信王幽会之事，恐怕早就败露了。信王是个好人，信王为人亲切，从不会因为我是一个宫人而轻视我。我偷偷仰慕他，但我也知道，这种仰慕只能到此为止。信王，我知道我不应该追查信王的行踪，但那一刻我控制不住自己。信王好似很迫切，并没有发现我跟在身后。你认出了他？她就是被圣上看中，册封为才女的教坊司软贤娘子王玉书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才察觉到信王留宿宫中的日子变多了，几乎每次他都会隐夜外出，与那娘子幽会。我担心信王被人发现，也怨恨他为何要这样做。这件事，除了他和王才女，还有我一直在守着这个秘密。每当他出门幽会，我都会守在角门等他。一旦有人发现，我就可以提醒他。过了子时，听到木门声响，我便会默默回房。信王不知道，他这样做，最提心吊胆的人是我。在你并未阻止他。我不知道要怎么说，我也不敢。我担心信王发现我知晓此事，会连我都避开，那我岂不是更加无法保护他了？我只能庆幸，最先知晓此事的人是我。信王行事越来越不谨慎，我担心他被人发现，所以我必须做点什么。于是你决定杀了王才女。为什么不呢？我是能阻止信王与他见面，还是能阻止王才女继续纠缠信王？杀了他，最简单，最痛快。这真是这么简单，当然痛快。但你一个小小的宫人，连和王才女说话的机会都没有，又有什么能力能将毒药掺在她每日都要服用的汤药里呢？你若是真心喜欢一个人，喜欢的连命都可以不要，自然可以做得到。圣上遣人出宫，我便去求贤妃，求她让我离开玉清宫，去服侍信王。我当时并未在意，景和跟我多年，细致体贴，他要去服侍真儿，我放心，也愿意。索性将他赐为真儿的侍妾。就算你守在信王身边，也仍无法阻止他和王才女见面。我是无法阻止他与王才女见面，但是我发现，他们不只是幽会，而是密谋。果然，我从他贴身的衣物里发现了一个精致的木盒，木盒里面藏着2粒药丸。碧溪丹。我不知道他们接下来打算干什么，但是我害怕极了，这一定是那个女人的主意。那日你在信王面前失态，打翻了引子和点心，是因为你认出了那个药瓶，知道里面装了什么。我没有想到县主真的找到了那瓶毒药。我知道你在试探我，但我哪怕暴露自己，我也不会让信王被你骗着吃下那瓶毒药。想必县主也知道，那装蝴蝶的盒子是安南特产的皮藤。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我定不会让那女人拖累信王。
信王上辈子一定积了不少功德，才能得你如此爱护。但若想将这味药神不知鬼不觉的下在太医署开给王才女的汤药里，并非你一人能完成。太史承太小看我了。宫里的主子们纵然位高权重，但若真想做成什么事，还是要靠着我们这些小小的宫人。娘子要去哪儿啊？静和杀了人，证据确凿，要杀要罚，交给县主。但是真儿到底做了什么，我要亲自去找他问清楚。私会妃嫔是大罪，不能任由宫人攀咬。静和的故事好听，连她自己都觉得动人。可惜刚演到蝎子，娘子的故事还没讲呢，我怎么舍得现在放你走？生死大事，你不要玩了。这贱奴为何在此？你是要包庇凶犯吗？娘子别着急啊，娘子应该认得这把软吧？是你送给王才女的，她恐怕并不喜欢，收到以后一次也没有碰过。毒药、蝴蝶、蜡烛，的确是静和所做，可萌动杀心的人，从来都不是他。你爱慕信王，你又怎么忍心杀了他所爱慕之人？可母亲就不一样了，身为母亲，你怎么会没有察觉信王频繁入宫，并不是因为孝顺，他想见的另有其人。杀玉书是你的决定。你知道静和倾慕信王，即便他想要为信王保守秘密，也还是扛不过你的逼问。不，是我出卖了信王。贤妃知晓了信王的秘密，我一直悬着的心反倒落了地。信王承认了他与王才女密会，其余的什么都没说。你怎么会允许一个小小的宫人妄想信王？即便他只想成为侍妾，是你将静和送去信王身边，因为你需要他从信王那里打探消息，而你自然不会推辞这样的好事，也很懂事的知恩图报。那碧玺丹是你给魏贤妃的，你偷走碧玺丹，信王没有察觉吗？他很快就发现了。我知道，你也是在为我担心，静和，你不需要总是跪在我面前求我赎罪，你并没有做错什么，我们都是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。王才女有孕了。请母亲帮我将她送出宫去。你知道你都干了什么吗？你去见王才女，根本不是因为欣赏她的才华，与她惺惺相惜。惺惺相惜，实在是讽刺。那个奸婢实在胆大，已经与我的真儿筑探案件，实在是恬不知耻。你二人配合得真好。害死王才女之后，为了防止有人去查验尸体，韦贤妃安排了松木爆花和河柳木棺材，静和则是精心准备了那一盒漂亮的蝴蝶。就算她已经死了，你们也没有放过她。那他为何不肯放过信王？我也不忍心信王痛失所爱，
可信王已经完全被他蛊惑了。他为了求为贤妃，宁愿自己在雨里跪1个时辰。多亏了云香伞。云香伞，不是避邪丹吧？正儿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何为云香伞？你给他吃了什么？我问你，何为云香伞？是毒药，是无色无味、杀人于无形的毒药。为何？因为他是疯子，所以他必须死。我曾经对他好言相劝，他就是有言不听。我知道你们在谋划什么，正儿太天真，你们的计划并不高明。总要试试才知道。贤妃若是能帮我们保守秘密，也是功德一件。功德是造孽啊！你一个教坊司的乐伎，只一夜之间变成了正八品的御妻，此后衣食无忧，这是多少深宫女子求之不得的福气，你有何不满足？活着若只是贪图衣食无忧，未免也太无趣了些。我不缺钱，进宫只是为了学习琴艺。你所说的福气，我看不上。能本圣上赏识，是不上的尊荣。于你是尊荣，于我却是牢笼。若被圣上赏识的代价，是让我后半生永无自由，这赏识我不要也罢。那你就罔顾人伦，为了你的一己私欲，害我正儿一生。罔顾人伦，一己私欲，害人一生。贤妃这字字句句，我竟不知道是在说我，还是在说圣上。圣上的年纪做我父亲尚有余，只一时兴起，害我成了御妻，却又再不见我。我本可以离开这深宫，如今只能在这里孤独终老。你只是不甘心，这么快，自己便失宠了。我是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就这样轻易被人改变。玉树，你想过没有？是你想要的太多了，宫中妃嫔拥有的不过如此。你想要荣华富贵，就去争宠；你想要悠闲自得，就安守本分。如果我想要自由呢？不被圣上记挂，同样也不必被约束所缚。你不是喜欢太软吗？你自己住着这么大的寒凉殿，无拘无束的，你想怎么谈就怎么谈，不也是自由吗？人有的选才是自由，委曲求全，苦中作乐，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如你一般贵为贤妃又如何？可怜。人只有太多的非分之想，才会可怜。恪守本分，识大体，自然活得自在。贤妃娘子这么多年恪守本分，就没有一丝不甘吗？被自己郎君冷落的日日夜夜，真的能靠识大体撑过去吗？我有圣上的敬重，还有我的正儿。我们不是同道，各走各路。我本不必和你说这么多。不送了。哼，你大概以为我只要不从中作梗，你就可以利用避邪丹假死出宫？你恐怕不知道，
妃嫔死后要在灵宫殿停灵再下葬，逼西丹的时间和剂量稍有不慎，你就是死路一条。下葬前醒来会被守卫发现，下葬后如果不及时挖出，你就等同于被活埋。正儿虽然是个王爷，但想悄无声息的把一个玉姬带出灵宫殿送离西京，谈何容易啊！你这一路上，只要有任何意外，都会没命的。我们一直在自说自话。我与信王计划周全，我自会脱身。他不知道，一个母亲能为孩子做出什么。我知道，他不会轻易甘休，一直派人盯着他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竟敢派人到太医署，请医诊为他看诊。一旦医诊看诊，他有身孕的事情就会败露，我的真儿就会被牵连，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，永远都是真儿的威胁，所以他必须死。你买通了医正，在他的安胎药里下了芸香散。是。然后你哄骗信王说，愿意帮玉书假死离宫，只是玉书因为服用碧玺丹过量，没有醒过来。是。母亲，你为何什么都不告诉我？真儿，你性子醇厚，心又软，才会被别人哄骗。那女人她不爱你啊，她只是为了利用你。你忘了她，忘了这件事情，将来你会有一个堂堂正正的王妃，也会有一个清清白白的孩子。母亲就没想过，为何玉树敢找医正诊治吗？要么就是他犯蠢，要么他就是想以此威胁我、报复我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他就是该死啊！不，是我太蠢了。正儿，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世间那么多的女人，你为何偏偏被他蛊惑？从小到大，在这宫墙之中，我从未见过像她这样蓬勃的女子。在教坊初见玉树时，我便倾心于她。我知道她的心之所往，不是我能给的。她向往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是带着一把软弦游历天下。所以我不敢做绯闻之相。能偶尔与他切磋琴艺，作词写曲，便已知足。我知道他快要服完乐仪，便能立功。我虽心有不舍，但也是真的替他开心。他希冀的生活，也是我想要的。我不能拥有，他能替我去看看也好。直到那天，父皇临幸了玉树。玉树呢？我知道那一刻，感觉到天旋地转，我所爱之人彻底失去了自由。
仅寻得了八字相合的娘子。可怜的儿啊！饶我安宁，挖我尸身，还想让我去服侍你们的死鬼儿子，不怕我半夜来找你们吗？既然你那么喜欢做死人的生意，你们又那么舍不得儿子，不如一起下去陪着吧。有影子，他是人不是鬼。你是人不是鬼。我倒希望我真的是鬼。郭瑞麟，洪卢清，你仔细看看我是谁。你是福昌县主。今日是内问李佩仪。西京城未婚女子尸体被偷的案子接连不断，盗墓的小贼是抓了不少，这背后的大鬼藏得太深，实在是难抓。你们连官家贵女的尸体都敢偷，还真是嚣张呀！堂堂洪卢清勾结宵小，盗取女子尸体，违律私结阴婚。郭瑞麟，你认罪吗？跟你认罪容易，只是这官家断案，也得讲人证物证吧。敢问县主，你拿什么定我的罪？你私盗谢巧莲的尸体。县主，你在说笑吧？这哪里有谢巧莲的尸体？原来如此。物证我没有，人证只我一个。看来洪卢清是想跟我鱼死网破了。这都是你逼的我，给我上！洪卢清，你老糊涂了，忘了我不光办案厉害，功夫也不错。县主不老，却也糊涂了。想必是忘了自己为了假死吃了避虚丹，醒来之后若行动剧烈，必会自损气血。看来我今日运气不好。不过洪卢清要不要再好好想想？毕竟杀死一个县主，不是小事。我也不想惹出这种事端，怪就怪你太聪明，太自负。既然玩，当然要玩大一点才过瘾。来，既然县主想玩大一点儿，我便成全你。死人下葬有何乐趣？生讯
那才过瘾。红如姐，我做鬼之后一定会来找你们。有什么法子能镇住他的魂魄，不让他再来作祟？你要干什么？这活人下葬，怨气太重，要用这桃木钉钉住身体，保你死后安安分分。县主已经进去快半个时辰了。糟了，出事了！出外宅，我跟上。救人第一专家。什么都没有。走。那可是福昌县主，万一有人找来，夫人别怕，你我二人饱受丧子之痛。近日都抱恙，未曾出门。那福昌县主与我们有何干系？可那位已经追到我们郭家墓园了。那又如何？墓园之中并无人在，外宅也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至于他的尸首，永远别想被找到。想说什么？快点说吧。既然李成、阿翁、阿姑等我好生孝敬你们，该滚，该滚！快！夫人别怕，哈哈，那短命鬼此时大概已经过了奈何桥了。哈哈哈哈哈。阿翁、阿姑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来人！来人！来人呐！郭府上下已经被内业局控制了，彭如清，你无路可走。县主，县主，站住！你定我4根桃木钉，我还你4件，不过分吧？你果然明英。当年北面满门，你都能够侥幸逃脱，如今被活埋在棺材里，你还是死不了。走。
县主，咱们红炉清到现在都不知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名。我当然知道私配阴婚奈何不了你，可如今你的罪名是谋害本县主我，你猜圣上会如何处置你？你是故意落在我手中，故意被我活埋呀！县主亲口服下的避稀丹，怎么会忘？啊！县主，若15公主和亲之事，老臣能够回选，是不是就可以活命啊？压下去！县主啊！县主！15公主和亲之时，恐怕真的没办法了。去查查那回纥王子。是。县主，你又为了查案子把自己折腾成这样，值得吗？破了这么大案子，怎么不值？克星初5年，于玄霄之手，流指月余，其色青黑。记下。此项乃是大凶，苟非其任，不得语言。圣上早定下的规矩，关心者不可沾，不可断。大历13年上元节，回纥王子到京迎娶15公主。连理平身。
里的儿。是金阳！你们扰我安宁，挖我尸身，还想让我去服侍你们的死鬼儿子，不怕我半夜来找你们吗？既然你那么喜欢做死人的生意，你们又那么舍不得儿子，不如一起下去陪着吧。有影子，他是人不是鬼。你是人不是鬼。我倒希望我真的是鬼。郭瑞林，洪卢清，你仔细看看我是谁。你是福昌县主。今日是内问李佩仪。西京城未婚女子尸体被偷的案子接连不断，盗墓的小贼是抓了不少，这背后的大鬼藏得太深，实在是难抓。你们连官家贵女的尸体都敢偷，还真是嚣张呀！堂堂洪卢清勾结宵小，盗取女子尸体，违律私结阴婚。郭瑞林，你认罪吗？跟你认罪容易，只是这官家断案，也得讲人证物证吧？敢问县主，你拿什么定我的罪？你私盗谢巧莲的尸体。县主，你在说笑吧？这哪里有谢巧莲的尸体？原来如此。物证我没有，人证只我一个。看来洪卢清是想跟我鱼死网破了。这都是你逼的我，给我上！洪卢清，你老糊涂了，忘了我不光办案厉害，功夫也不错。县主不老，却也糊涂了。想必是忘了自己为了假死吃了避虚丹，醒来之后若行动剧烈，必会自损气血。看来我今日运气不好。